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聊过不少国产日化品牌，但唯独好像没有说过肥皂这个品类。肥皂其实在日化用品里是一个挺特殊的存在，特殊在于如今的全球日化用品巨头宝洁、联合利华和高露洁都是靠着肥皂起家，才建立起了自己的消费品帝国。但随着日化技术的不断提升，洗衣液、洗发水、沐浴露、洗面奶、洗手液开始替代肥皂，肥皂成了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和大家聊聊肥皂的发展，以及目前市场上为数不多的一家以肥皂作为核心产品的公司——上海制造厂的故事。关于肥皂发明的历史有几个说法，有说发明者是古巴比伦人，西元前23世纪时，在古巴比伦的泥板上已有记载由水、碱和肉桂油组成的肥皂配方。也有观点认为，肥皂来自于公元前7世纪的古埃及地区。相传当时皇宫里有一位厨师不小心打翻了食用油，为了掩盖错误，就把皂炉里的草木灰撒在油上，团成一团扔了出去。没想到事后洗手时发现，只是轻轻搓了几下，手上的油污就没了，甚至是常年做饭留下的顽固污迹也轻松冲洗干净。肥皂的雏形就此诞生。公元70年时，罗马帝国的一位学者发明了用山羊油脂和牧草灰制取块状肥皂的方法。从此，肥皂开始在罗马帝国流行起来，并逐渐流传到欧洲市场。只是此时的肥皂大多是动物脂肪加碱的配方，所以气味刺鼻，人们也很少用它来清洁身体，大多是用来洗涤衣物。直到12至13世纪，叙利亚人改用橄榄油替代动物油脂，制成了硬度和气味都更好的阿勒颇肥皂，肥皂才逐渐开始被用于身体清洁。不过，一直到1800年代中期，受制于技术和原材料，肥皂一直是非常奢侈的产品，只有上层阶级才能经常使用。英国甚至还曾经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征收过肥皂税，让经济不富裕的老百姓更难负担得起。1791年，法国化学家尼古拉斯·勒布朗发明出了工业合成碳酸钠的方法。此法传入英国后，英国的制碱工业快速发展，肥皂产业急速扩大，进入大规模工业化的生产时代。再加上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肥皂开始成为统治世界的日化大单品。到了19世纪初期，英国肥皂产业规模已经雄踞全球第一，但狭小的内需市场供大于求，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海外，中国便是在此时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记载，在五口通商前，少量欧洲肥皂作为夹带品就已通过福建和广东等地进入中国。到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商开始正式在上海售卖肥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祥茂洋行售卖的祥茂肥皂。1923年，利华兄弟公司在上海投资800万两白银，建立了中国肥皂公司，也就是上海制造厂的前身，将祥茂品牌收于麾下，生产祥茂和日光牌肥皂。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利华兄弟公司，它是当时英国最大的肥皂制造商。我们如今熟知的联合利华公司，就是其与荷兰 Margarine Unie 公司在1930年合并而成。当时的国内市场除了上海制造厂外，其实还有一些本地制造厂，比如我国近代化学启蒙者徐寿的儿子徐华峰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化学肥皂厂，董辅清的玉茂皂厂生产双喜、狮球牌洗衣皂，以及国货大王方逸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的剑刀牌香皂。但规模最大、最能与祥茂皂抗衡的，还要数爱国企业家向松茂打造的固本肥皂。80后可能对固本肥皂还会有些印象，就是那块黄黄的呈长条状，还有难闻臭味的臭肥皂。别看这么一块臭肥皂，在当时可是硬通货，要拿肥皂票才能买到。买到后也是不能轻易使用，还要用棉纱线1分为2，放在外面晾干，这样才能用得更久。就算用到最后一点，也舍不得扔掉，还要粘在新肥皂上。上海的朋友可能对固本肥皂的记忆又会更深刻一些，因为它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品牌。1908年，德商在上海开设固本肥皂厂，当时号称可月产化妆皂2万打，洗涤皂7200箱。一战爆发后，德商响应政府号召回国援建，便将其出售给了时任5州药房总经理的向松茂。在向松茂的带领下，固本肥皂不断扩大，至1922年，固本皂营业额已达到26.4万两。1924年，营业额升至38.3万两。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反帝浪潮，大家自觉抵制外货。当年固本皂营业额激增至59.6万两，仍供不应求。1927年，固本肥皂日产量已达400箱，1930年升至1500箱，1931年达到2000箱，是当时沪上民族肥皂业中最大的肥皂制造商。因此，固本皂也引来了祥茂的忌惮。
祥茂提出要用高于5州固本厂总资产1倍的价格全盘收购生产资料和商标，但遭到像素茂的严正拒绝。收买不成，祥茂随即将祥茂肥皂跌价倾销，试图以价格战迫使固本倒闭。像素茂当然不会妥协，也随即降价销售固本肥皂，并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再加上一系列的广告助推，固本肥皂还是稳固住了市场份额，守住了一片民族企业的天地。后来时局动荡，像素茂坚持实业救国，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最终惨遭日军杀害，并被消失灭迹。之后，固本肥皂厂被日军占领，几经浩劫，直到1960年并入上海制造厂。不过，此时的上海制造厂早已不是利华兄弟公司的产业了。早在上海解放后，由于经营不善、负债过重，利华兄弟公司便将肥皂厂转让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改名为中国肥皂公司，由江泽民同志担任副厂长。此后，又陆续并入了南洋肥皂厂等5家小型皂厂。1955年7月，中国肥皂公司正式更名为国营上海制造厂。如今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并不缺民族品牌，也不缺民族企业，只是这一切都被战争给打断了。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国货大王方业先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以及像素茂的5州肥皂厂，如果不是战争，很难说他们就不是我们的联合利华和宝洁。再来说上海制造厂，当时的上海制造厂因为合并的原因，坐拥多个经典民族品牌，除了固本，还有同为5州厂生产的善牌、绿宝以及美加净和风花。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美加净和风花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2个品牌，它们其实是同一品牌名下的不同品类。像美加净是在计划经济下，品牌被分为4个公司持有。美加净牙膏属于上海牙膏厂，也是后来的美加净日化。美加净洗衣粉属于白猫，美加净化妆品属于上海家化。上海制造厂拥有的则是美加净肥皂。而风花最早来自中央香皂厂生产出第一块风花檀香皂。1956年，风花檀香皂随中央香皂厂并入5州肥皂厂，又在1960年随5州肥皂厂并入上海制造厂。至于前段时间到处捡垃圾的那个风花，则是在1985年出于做大国货品牌等原因，允许风花日用品也使用风花这个品牌。此外，上海制造厂旗下还有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品牌，就是上海硫磺皂。我们前面一直在说肥皂，肥皂其实分为洗衣皂和香皂2个类别，像固本皂就是洗衣皂，风花檀香皂则是用来洗澡。不过光听名字，你估计就知道檀香皂并不便宜，不是所有家庭都能用得起的。所以1970年代末，上海制造厂接到一个任务，生产一块能让普通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的香皂。当时制造厂的老工程师提出，温泉里面有硫磺可以消毒，那么可不可以生产一种硫磺香皂？这样的设想是有道理的，硫磺的价格比较便宜，加了硫磺之后还能减少油脂的使用量，成本也会降低。经过多次实验，上海硫磺皂终于问世，价格也比市面上其他香皂要便宜许多。品牌哥夏天的时候就喜欢用硫磺皂洗澡洗头，尤其是洗完澡后那股淡淡的药香味，总能让我想起小时候在院子里用大澡盆洗澡，被妈妈抹了一身肥皂沫的时光。1988年起，上海制造厂又开始试制白丽美容香皂，主打牛奶护肤美容的概念。一句今年20，明年18的广告语，让百丽香皂成为那个时代上海年轻女孩们争相追捧的对象。仅1990年1年，百丽香皂销量就达到了13129箱。但好景不长，80年代末，立式香皂来到中国，靠着包装和气味，立式和花王的香皂势不可挡，甚至会被当作礼物送人。当时国内最为流行的广告语之一就是我只用立式。1992年，舒肤佳进入中国市场，夏士莲、Olay、强生紧随其后，在销量排名前10的香皂中，几乎再看不到国产香皂品牌的影子了。为了应对外资品牌的大举压境，国产品牌只能依靠低价策略阻挡，但完全行不通，因为香皂太便宜了，完全不存在低价空间。舒肤佳、力士等国际香皂品牌价格普遍在4元左右，而国产品牌大多3元。即便大家手头不宽裕，也不会吝啬到会省1块钱的差价选择国产。偶尔也有国产品牌发起冲锋，像以去螨为噱头的满庭香皂、中草药概念的两面针香皂都曾威胁到国际品牌，但没过多久都陆续败下阵来。到1998年，国产香皂市场占比已不足10%。近2年，得益于国货复兴，国产香皂的占比略有提升。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截至到2022年5月，国产香皂品牌的综合占有率为22.85%。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品牌是不得不提的，它是唯一一个打破宝洁、联合利华的行业垄断，做到全国第一的肥皂品牌，那就是雕牌。雕牌隶属于纳爱斯集团。纳爱斯的故事我们之前有说过，这里就不赘述了，链接放在评论区，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1992年，在替上海制造厂代工生产了几年香皂之后，时任厂长庄启传决定开始主攻洗衣皂市场。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庄启传的这个决定，明明洗脸皂利润高，技术成熟，而且已经打开了市场，怎么还去做市场早已饱和的洗衣皂呢？原来庄启传在跑市场的时候发现，市面上的洗衣皂都是臭臭的黄肥皂，洗衣服干涩不说，去污能力也不强。他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便对肥皂进行了改革。其实说是改革，也只是将其他厂商们为了节约成本，没有添加的各种利于去污的助剂和表面活性剂重新加入了洗衣皂。没多久，雕牌超能洗衣皂面世，因为增加了表面活性剂和各种去污助剂，雕牌洗衣皂比以前大多数洗衣皂的去污能力都要强，并且改观了洗衣皂的造型，将其设计为透明、中间凹下去的形状，而且香味很像洗脸皂的清香。为了推广产品，庄启传还拿出100万，在当时的浙江日报刊登了广告，消费者剪下这个广告就能领到一块雕牌洗衣皂。最后1传10，10传100，雕牌名声大噪。其实庄启传运气很好，如果他早几年推出雕牌，价格有点贵，大家买不起；晚几年呢，洗衣机大规模普及，也就没了雕牌表现的机会。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赚钱都是靠天时，踩准了风口才能扶摇直上。大时代裹挟下的普通人，不是找找自己的原因有没有努力就能成功的。1994年，雕牌已经成了国内肥皂的头牌，肥皂利润占据全国同行业总利润的52%。而国外品牌在内地市场并没有推出洗衣皂品类，只能眼睁睁看着雕牌攻城略地。立白上海制造厂虽然很快发布类似产品，但市场已被抢占先机的雕牌占领的差不多了，地位可以说是无人能撼动。就像舒肤佳等于香皂，雕牌也成了洗衣皂的代名词。但是放眼全球市场来看，整个肥皂业其实是在萎缩的。对宝洁、联合利华、高露洁这些巨头而言，肥皂的营收占比也可以说是几乎忽略不计。原因在于肥皂的替代品实在是太多了。在个人清洁领域，洗面奶、沐浴露、洗发水完成了对香皂无声的超越。在衣服清洁领域，洗衣粉、洗衣液也已经取代了洗衣皂。肥皂为数不多的功能就只剩下了洗手。但从2000年开始，洗手液又完成了对肥皂的最后一击。如今，国内的洗护用品行业，除了上海制造厂等极少数企业外，大多数企业已经不再把肥皂作为核心产品，包括舒肤佳、雕牌这些品牌的主力产品都变成了沐浴露和洗衣粉。不过，也不要认为肥皂业会就此衰落，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洗衣皂仍是洗涤主力，地位不逊于洗衣粉。像我每次回老家，就会发现奶奶根本不用洗衣机，嫌它费水费电，日常的洗衣服还是习惯用洗衣皂清洗。有同款奶奶的弹幕扣1。而且近2年来，洗衣皂也出现了一些新产品，比如内衣皂，主打更抑菌、更温和、更适合贴身内衣的洗护；还有手工皂，近几年也比较火。因此，肥皂估计还会跟我们相伴很久，久到你永远会记得小时候洗完澡后身上的肥皂香，和你躺在凉席上想象着未来的时光。